回一下，就我有很多被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置产的第几间房子开始选蛋白或蛋壳？这个会员朋友问的。好，蛋白或蛋壳我个人认为你考量到现在的房地合一，你应该是第3间你第3间开始，那你才去选那种低总价的外围蛋白蛋壳，第3间开始就这样了因为房地合一出来第3屋开始不是只能够这个自备要7成，贷款3成，你说我靠，那这样谁买？谁买不起？以我熟的高雄来说，小港啊、林园啊、大寮啊，还有很多啊，它总价就是500万有找，大概460、7的这种东西也是中古屋啦，自备7成就7成不是就这样嘛？你看低总价是低总到电梯3房然后可能就没车位了，可它总价极端的低就这样社区人也是很多你去选这种东西，自备7成就7成，你自备7成我之前影片也拍过，反正就是说。很硬很痛是没有错谁叫你现在还要自产？可是呢，你可以取得一个效果，就是说你买下去这样，你就变财富永动机，对不对？假设500万的房子然后你只贷款了3成，你是不是租金随便收一收，都是冲掉你的房贷，都还有零用钱？小就远的房子3选1，你要选哪一个先说结论，如果你是自住的话你就选喜欢你老婆喜欢，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不然你们就天天吵架。那如果你是自产的话，那你就选旧的但是地段要好。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该蹲补涨还是拼稳定的租金，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小就远3选1，你该选哪一个？这是我们来聊一个 PTT 上我看到的问题来，标题我念一下，小就远最妥协的是远吗？那内容是这样，就是原 po 他也想要买房子，然后看很多人因为预算有限，只能买在要么买小，要么买旧，要么买远这3个选项之中选一个去妥协这样。然后很多人都是选买远，所以他就很好奇说，这个选远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好，来先说结论，如果你是自住的话，那你喜欢最重要，你老婆喜欢最重要，我是这样认为我看我后台数据嘛，好像都老男人比较多，你老婆喜欢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不然。真的是，反正家庭和谐就对了家庭和谐有助于本业的生产力反正就这样。好了，那因为原 po 说他现在住的地方通勤只要15分钟，那如果要选远的话，这个上下班来回可能要变成一天通勤2个小时。对啊，那你就选小或选旧是都可以。可是你自住的房子你一住应该是5年起跳，因为我们要等那个嘛，房地合一税嘛。如果你选到一个不合心意的，你就痛苦了5年。你换个角度看，做5年的牢，你要不要嘛？就这样嘛，所以你要知道自产的房子应该要怎么选。自产刚刚讲自住要不要自产。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自产的房子在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应该要怎么选？预算是一定永远不够的啦。好，来小就远3选1选哪个？我有2个建议，第一个是你钱不够的话，要不要继续存？对，要不要继续存？你不要委屈自己嘛，继续存嘛。就是因为现在的经济环境变化实在是太快，林老师的快，他第7波信用管制还在传，然后美国关税大刀又下来。过年才过2-3个月呢就发生了这个经济危机。我看这不叫危机吧，这叫爆破吧，林老师。先是 Trump 压台积电去美国，然后现在被人家笑说是美积电，然后再来是全世界科关税，无差别科关税，科到只有中国人不甩他，夸张呢。我真的是看不懂，即使我不是当总统的料，我没有受过任何的什么总统职前训练，但我知道关税这种东西不能乱搞吧，就干了。哇，我真的不懂现在又说了90天观察期，我们台湾现在还在这个90天观察期吗？这很夸张。狂人川普不是喊价那狂人我数给你看，我数给你听现在的这个2025的世界版本真是有点硬美国川普然后俄国普丁，在大陆他们讲做普丁，然后乌克兰泽连斯基然后北韩金总统，然后中国习总书记，然后杜特地菲律宾那也是个狂人直接在演讲说毒贩我就给他比这个动作出来夸张狂人，大家狂人凑一凑这个开个 party 有没有恐怖呢？世界震动呢？然后还有那个阿根廷的总统，好了，反正就是这样。然后狂人川普不是喊假的他现在已经不能连任，没有连任的压力，放飞自我。我看他现在追求的是历史定位。然后股票分析不是说什么所有技术分析失效吗？我看你要不要开始研究所谓的川普精神分析对啊，这个说不定胜率还比较高。川普真的在美国时间晚上的时候，你去看他的那个不是 X， 以前叫 Twitter 嘛，他会在他自己的一个他自己发的，因为他都说什么假新闻，他自己去弄一个狂发呢，真是狂发呢。
真的是很像那个喝醉酒乱传讯息给别人那样子的狂发呢，夸张呢。他一天要发几折，多的时候可是17、8折哦，跟那个 Elon Musk 一样，不是久发一次憋个大，没有想到就发，想到梗图也在发，反正就这样很夸张呢。好，我们扯回来哦，那我们来讲房地产。我现在的判断是，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做买房自产，就要怎样更保守，要更保守。你的防御的考量要更高，你不能说哦继续冲或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川普还会怎么搞嘛。所以我会建议你说，你就是尽量去怎样蛋黄区哦，蛋黄区这个我八卦我要详细说。然后你找投报哦高于4%，你要找到5%、6%是有点难哦，你没有整理拉高租金会是有点难哦。但是像我们高雄投报那个放生出租哦，你要到3%、4%还是很多哦。台北应该已经没有这种东西了。如果有的话，屋主欠你钱哦，不然就是你拉屋主的儿子去赌博哦，就这样。那你先买在蛋黄区啊，又高投报率，这很安全啊，超级安全。我又都做中古的，很安全啊。天塌下来了，有预售顶着，对啊，所以就这样啊。你看，追求一个稳健哦。最后你要知道预算不够应该要怎么选。好，那我们现在来讲我的第2个建议哦。如果你现在就是想要自产房地产，不想一直存钱的话，应该要怎么选呢？我的建议是选旧的，然后地段要好，就这样。因为我们现在是自产嘛，所以远的房子它就代表它很可能不是蛋黄区，你总不会是什么你在台北市工作哦，然后你买到一个苗栗的蛋黄很难呐哦。所以如果你买远，我未看先猜，你在台北市工作，你的远大概是汐止哦、基隆啊，不然就是林口 A7、A8、A9，A8 比较少，大概就是这样分布嘛。然后顶多到青埔啊，青埔的话现在又有竹科大军嘛，哦，大概就这样。以现在的局势来说，哦，那个地方比较偏远哦，它很依赖那种投机性的资金哦，那就会比较危险。这个危险哦，我解释一下，我讲危险不是说房价会崩什么都没有，而是说我们现在是5年周期，5年要买了，你就说6年 OK 啊。好，那你买越外围的房子，越有可能怎样掉队哦，就可能会就第7波限管制不就让一些蛋白蛋壳就掉队了吗？掉队的意思是指说还没涨到它，然后就戛然而止了。好，所以你可能会发生说，那你买在外围啊，买了哦，放满第6年了，那这些房子还看起来差不多，然后屋龄一年那边加一，你看了就自己很紧张。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剔除掉哦。那接下来是小自产的房子，如果小的话啊，你涨幅就相对无感哦。所以也没那么建议我们这样剔除完剔除去，剩下能选的就是旧。没有啊，你只要房子的地段好，就算你是旧房子，大家不是买单吗？你自己可以看看台北市那些中古的华夏，那个中古是古到40年哦，还不是 OK， 银行还可以贷款80%，那么紧张什么？所以真的是不用太担心旧的问题哦。老远小选什么？选旧，地段要好。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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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那个 Trump 美国政府关税大刀会怎么影响台湾经济跟房地产看法？这个我已经有发在，尤其是对台积电的看法，这我已经有发在我的那个付费会员频道里面的影片有一整支专门在讲这个东西。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就去看我的那个付费会员影片，1个月250块，我要讲的都是含金量比较高的题目，这样，然后追逐重大建设。回一下，就我有很多被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置产的第几间房子开始选蛋白或蛋壳？这个会员朋友问的。好，蛋白或蛋壳我个人认为你考量到现在的房地合一，你应该是第3间你第3间开始，那你才去选那种低总价的外围蛋白蛋壳，第3间开始就这样了因为房地合一出来第3屋开始不是只能够这个自备要7成，贷款3成，你说我靠，那这样谁买的？谁买不起？以我熟的高雄来说，小港林园大寮还有很多它总价就是500万有找，大概460、7的这种东西也是中古屋啦，自备7成就7成不是就这样嘛？你看低总价是低总到电梯3房然后可能就没车位了，可它总价极端的低就这样社区人也是很多你去选这种东西，自备7成就7成，你自备7成我之前影片也拍过，反正就是说很硬很痛是没有错谁叫你现在还要自产？可是呢，你可以取得一个效果，就是说你买下去这样，你就变财富永动机，对不对？假设500万的房子然后你只贷款了3成，你是不是租金随便收一收，都是冲掉你的房贷，都还有零用钱？对玩管理费都还有剩。我说大楼的话，好，那这种情况之下，请问你那间400-500万房子，你有贱卖的理由吗？根本没有嘛，放生出租，每个月自己生几千块钱出来。那你就会取得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财富永动机。那你持有它完全无压力，第一点来，第二点你就等增值就好了。等什么？等下一次房地产的大风吹起来，你管它这5年、8年、10年后，要是吹起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500万在跳，很恐怖呢。我跟你讲，那个在跳的最慢是豪宅线以上，几乎不太会动然后跳的第2慢的是那个卡豪宅线的，比方说他买3500那他就会被逼着可能要他想要卖到4000以上，应该也没什么办法，他就是3800、3900会卡很久。那跳最快的东西就是这种低总价。你说假设一个电梯大楼好470，好，他买下来，不小心这样戳它一下那个大风吹到了那它往上跳幅度很惊人呢，非常的快呢。那个再涨起来是怎样？是半年内的事而已对所以这不是又低总价又外围，就很适合第3屋嘛第4屋、第5屋你就这样子做。虽然现在民间的银行会变成说你第3屋我就不贷款给你，还是找得到，还是找得到，反正就是这样。好，所以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说蛋白蛋壳你首购麻烦你你那个政府给你的那个神主牌就是你8成，麻烦你买在蛋黄区，能多大坪数多大坪数，就只能这样现行的版本答案就长，这也是我会员影片的内容。好，然后再来是要讨论另一个东西，蛋黄区这一次你有没有看到蛋黄区集中的趋势？这不用再猜了蛋黄集中趋势会变成主流，而且不止我这个高雄全台都一样。为什么大家怕就怎么知道股票还可以摔成这样？大盘涨跌幅4%还可以跌停板，什么东西就会
对，所以接下来资金如果还要继续在房地产，那未看先猜，第一选项一定是蛋黄。为什么？那保值啊，它稳健啊。你现在好啦，你那种富贵险中求，风浪越大鱼越贵，安诺度安诺好，你现在去蛋壳区，好，你去啊，对啊，你别惊哦，我会呢，我很怕呢，对，所以未看先猜，那个蛋黄就是逐渐的主流哦。也不是逐渐啦，我看现在就是主流啦。你接下来在外围新市镇从化区你要喊价，要往上喊，我看很难，因为那边连预售的建商都扛不太住。好，那蛋黄区 OK 啊，我们就做蛋黄里头坚挺的中古 OK 啊，就是天塌下来有蛋黄的预售顶着，这个是要怕什么？好，那它就是蛋黄我很庆幸我自己没有做错。其实有一阵子我也是被那个我的观众酸买房阿元因为这么厉害啊，你那个男子台积电啊，你几间男子的房子靠我没有对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我看看我不敢对吧？选择美术馆，对我看看我不敢那如果我会有，反正就是这样啦，就往蛋黄集中，是我们这种中产阶级，我们这种输不起的人的一个很稳健的选项不然你就是第4、第5、第6、第7。这种很夸张的户数，你要去做这种从化区，你要去你再去嘛，就是这样嘛当然那台积电的附近的房子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威猛，但是对啊，我就没有跟到应该说我不敢可是我这样看一看，那就是回防蛋黄我一直以来都是在蛋黄，我钱也没很多好不好？蛋黄也没多少间，好，那就在蛋黄。好，那我的蛋黄这次关税大刀现在下去，有发生什么事吗？没有，对啊，没事啊就很坚挺。可是你看看外围从化的，我乱讲可能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些从化区可能都会有状况可是蛋黄没事就是没事，蛋黄接下来就会逐渐变成主流。这是我高雄的情况，来台北双北的情况一定会更加蛋黄。为什么？因为蛋黄还会再加一个 buff， 叫做都更题材，对不对？我以前觉得说都更谁要做我现在回台北逛一圈，我会有点夸张嘞，那个大大小小的案子这样子星罗棋布的都在弄嘞，然后还有一个1万多坪的市街扩的整合案。这个东西只会发生在蛋黄，只会我乱说，三峡老街什么时候说要都更？拜托新庄老街的都更还比较可能为什么？因为它蛋黄的程度不一样，对吗？那接下来蛋黄还没供接下来主流。如果你现在还没买房子，你要买在蛋黄如果你现在已经有房子，你要考虑置产，要不然你再存一下钱一样是直接在蛋黄这边做，再怎样都很安全蛋黄你现在看哪一间中古屋在那边开价6折7折在卖就没有嘛？在那边急售甩卖不都预售卡今年交屋的，就这样所以蛋黄会是主流。我很庆幸我没有做错，我当初也是看着别人们爽赚，人们笑我这样此一时彼一时我们手上有蛋黄的房子，好了，还是讲那句干话，就是说手上有股票我睡不着，手上捏着房子我睡得着就这样。